一辆全新的奔驰 C 级入门价连5万美金都用不了，但如果是 GLU 呢，那就得7万往上走了。要是看到 AMG 标识的，好家伙，直接冲上6位数，10万美金起步。不过奔驰这车前3年掉价特别快，基本上要折掉40%到50%。就像那台7万美元的 GLU， 可能你第一副刹车片都还没磨完，3万美金已经蒸发掉了。所以下面这20台二手奔驰真的比买新车香太多了。第20名，2010到2016款的奔驰 E 级俄50，也就是改款后的 W212。我跟你说，这代 E 级绝对是奔驰造过最牛的家用轿车之一，而且现在不用1万5美金就能搞到车况不错的，比买辆全新思域还便宜。它用的那台 3.5 升 V6 发动机能爆出302匹马力，在高速上开起来那叫一个顺，轻轻松松就上去了。内饰到现在看都一点不过时，质感依然在线，开起来的稳重感能把现在好多所谓的豪华小车比下去。重点推荐2014年之后的款，那是这代 E 级最精致的版本，方向盘换了新的，车机也更流畅了。1年保养大概1100美元左右，不算贵。想想这车当年新车价可是接近6万美金呢。如果你喜欢旅行版，那俄50旅行版可是有很多铁粉的，车况好的价格比轿车贵不少，得加点预算才行。第19名是2012到2020年出的2款车 R172 系列的 SLK 和 SLC。其实奔驰在这代车的中期改款时把 SLK 改名叫 SLC 了，不过车还是那个车，本质一点没变。它是一款双座的小型敞篷跑车，带可折叠的硬顶，从关棚到开棚不到20秒就能搞定，特别快。基础版用的是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，平时开完全够用。但要说最值得淘的，还得是 SLC 43 3.0 升双涡轮 V6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85匹，开起来那才叫一个爽。早期款的二手车大概1万5美元左右就能入手，而一台全新的 CLE 敞篷车得6万5美元往上，你说划不划算？这笔账一算就明白了。第18名，2010到2015款的奔驰 GLK 350，代号 X204。在 GLC 还没出来之前，奔驰卖的就是这台 GLK 方方正正的，线条特别硬朗，造的跟个小坦克一样，特别扎实。它用的是一台 3.5 升 V6 发动机，你可以选后驱或者4驱。这车可不是样子货，是真正有实力的紧凑型 SUV。内饰的质感比当时丰田、本田任何一款车都要高级不少。现在车况好的二手 GLK 大概在8000到15000美元之间，而新款 GLC 起售价都快5万1美元了。GLK 当然没有现在那种大屏幕 M-Box 系统，但如果你更在意的是扎实的做工，而不是花里胡哨的触摸屏，那这台车真的是难得的好选择，性价比超高，几乎没对手。第17名，2016到2019款的 W166 GRU 350。这一代啊，奔驰把之前的 ML 系列改名叫 Galao 了，不过它那个贬值速度真的是有点吓人。当年新车标价差不多6万美金的车，现在2万到2万5就能淘到一辆。这车用的是 3.5 升 V6 发动机，日常开起来动力绝对够用，挺扎实的。内饰空间也够大，一家5口加上行李坐进去也不会觉得挤。建议大家重点看2017年之后的车型，他们的车机系统升级过，用起来更顺手。不过有一点要注意，如果选的是带 Airmatic 空气悬挂的版本，得多留心悬挂状态。因为一旦出问题，修一个悬挂角可能就得花2000美金以上，真的不便宜。第16名，2015到2021款的 W205C 300。这一代 W205 的奔驰 C 级刚上市那会儿，内饰的质感和科技感简直像坐上了火箭，直接甩开对手一大截。当时好多车评人都说，这车开起来就像一台缩小版的 S 级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这话一点都不过时。它用的那台 2.0 升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，能爆发出255匹马力，开起来动力特别冲，一点都不拖泥带水，超车特别爽快，油耗也相当友好，轻轻松松就能跑到每加仑20多英里，高速上还能更省。现在二手市场上里程数合理的 W205C 300大概在1万5到2万5美元之间。你再看看现在新款 C 级起售价都要5万美元，这性价比不用多说了。而且这一代车型配的9速自动变速箱可以说是奔驰有史以来调的最顺的变速箱之一，换挡几乎感觉不到顿挫。第15名，2016到2021年款的 W205 AMG C43。要是你觉得 C300 太温柔不够劲儿，那 C43 绝对能让你眼前一亮。它用的是 3.0 升双涡轮增压 V6 发动机，马力足足有385匹，动力通过 Simatic 4驱系统直接传到4个轮子，开起来稳得不行。
等红绿灯的时候，一脚油门下去，快得连不少跑车都得吃灰。但它又不是那种硬邦邦的性能车，平时上下班开着也挺舒服，不会颠到你怀疑人生。早期款的二手车现在价格已经掉到3万美元出头了，而全新的 AMG C43呢，起售价就要6万4。关键是新款换成了4缸发动机，不再是以前那台 V6 了，很多车迷都更迷老款的6缸版本，所以现在二手的 W205C43 也越来越抢手啦。第14名，咱们来聊聊2012到2017年款的 C218 CLS 550，知道吗？四门轿跑这个车型就是 CLS 带火的，而这第二代 CLS 到现在都还有人说是奔驰设计的最美的一款车。它用的是一台 4.7 升双涡轮 V8 发动机，马力足足有402匹。那声音低沉又有力，可不是现在那些4缸涡轮机能模仿出来的。当年这车新车价要8万多美元，不算便宜。但现在呢，车况保养的好的二手车2到3万美元就能开回家。不过要说缺点嘛，它那大6倍的造型确实影响了后排头部空间，个子高的人坐后面可能会有点顶头。但话又说回来，作为一台个人用的豪华车，花这个价钱能买到这么好看的车，真的不多见了。第13名，咱们聊聊2016到2019年款的 C292 Galileo Coupe。这车啊，说白了就是奔驰为了跟宝马 X6 较劲才推出的。它的外观嘛，大家看法挺两极的，有人觉得帅得不行，也有人觉得不太对味儿。但你别看它块头大，开起来可一点都不无聊，反而挺有驾驶乐趣的。要说最值得入手的，还得是 AMG Sport 版本的 GLL 450，用的是一台双涡轮增压 V6 发动机，马力有362匹，还带全时4驱，动力相当够用。现在二手行情基本落在2万5到3万5美元之间，而新车呢，起售价直接飙到7万5美元以上，差价还是挺明显的。当然了，有得必有失，和普通版 GLL 比，它的后备箱确实小了一点，但如果你更在意的是高速上那种气场，还有灵活操控的感觉，而不是天天拉菜搬货，那这台轿跑 SUV 绝对能戳中你。哎，哥们儿，跟你唠唠这款车，奔驰的 W213 E 级50，就是2017年到2013年那款。说白了，这一代 E 级基本就是把上一代 S 级给缩小了 ，S 级上那些牛叉的配置它基本也都有。核心差不了太多，最让人上头的就是它那台 3.0T V6 双涡轮发动机，马力有362匹，配上那个 9AT 变速箱，那叫一个顺踩油门跟丝绸一样，丝滑的不行，开起来特有劲儿。再说说里面，内饰质感真没得黑，那2个大屏别说当年，放现在看也特酷，一点不落伍。现在淘一台2019到2021年的车就看里程了，大概3万多到4万美元就能拿下。你瞅瞅，现在买个新的 E 级，光起售价就6万3往上了。你要是再选个啥运动套件、柏林之声啥的，价格蹭一下就上去了。所以你看，花1半的钱就能把新款车90%的爽劲儿给体验了，这性价比绝了。第11名，2013到2020年的奔驰 R231 SL 550 SL 系列嘛，一直是奔驰家的豪华旅行跑车，主打的就俩字儿舒服，尤其适合开长途。这代 R231 用的是可折叠硬顶，一开一合，敞篷味儿就来了。早期款配的是 4.7 升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，劲儿挺大，429匹马力。2017年小改款之后又涨到了449匹，更带感了。内饰没得说，真皮加实木，一看就是那种我很贵但也很值的豪华敞篷范儿。当年这车新车价要11万美元，现在呢，早期款的二手车3万美元左右，基本就能开走。你想想，花一辆福特野马 GT 的钱就能搞到一台 V8 发动机还能敞篷的奔驰，是不是挺香的？不过有句话得说在前头，它的 ABC 主动车身控制系统好用的时候是真稳，但你也得有个心理准备，万一液压系统出毛病，修起来可不便宜。所以啊，要是能找到一台整备的妥妥的 R231，那在二手豪华车市场里，它绝对算得上是一笔聪明买卖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最近想买个豪华大 SUV， 那2020到2023款的奔驰 X167 GLS 450真的可以闭眼入二手的性价比老高了。这台车啊，奔驰自己都说它是 SUV 里的 S 级，我觉得一点都没吹。3排座椅，你坐上去就知道，那叫一个舒服，每一排都透着一股子我很贵的感觉。最关键的是动力，它那个直列6缸涡轮增压发动机跑起来有劲儿的很，开起来特别稳。最绝的是什么？你要是选装了那个 E 主动车身控制系统，我的天，那感觉绝了，简直就像开了挂，车在马路上飘，像悬浮着一样舒服。你要是开它去长途自驾，那感觉甭提了，跟坐头等舱飞机一样，一点都不累。这车现在新款都快10万美元了，但你要是买个2021年的二手，价格已经掉到6万美元以下了。
算算账，一下子就能省4万美元。你能用一半的钱买一台开起来、看起来都跟新车差不多的车，这性价比还有谁啊？太值了。来到第9名，2014到2020年的 W222 这代 S 级，像 S450、S560 这些呢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这台车改变了好多人对二手车的看法。这一代 S 级当年一出来，直接就把豪华2个字重新定义了。什么能预扫描路面的魔术车身，安静的能听见心跳的车厢，带加热石头功能的按摩座椅，空调里还能吹出香味儿，光那个氛围灯就有64种颜色能选，简直了。当年这车新车得10到15万美金，但现在你看，一台车况正常的2018年 S560 3-5万美金就能搞到手。花一台 GLC 的钱买一台 S 级，这简直是血赚啊！5万块你现在能买到的新车，没一个能赶上它这个体验的。S560 那个 V8 双涡轮，463匹马力，开起来那个顺滑，超个车一点都不费劲儿。后排更别提了，比好多飞机头等舱都舒服。觉得咱聊的还行，记得订阅一下呗。我们每周都聊聊奔驰行情，帮你捡漏。好，咱们接下来看前8名。第8名，2015到2021款的 C217 S 级轿跑。要说 S 级轿车是舒适度的天花板，那 S 级轿跑就是颜值的巅峰。无壁柱对开门，配上流畅的大6倍车顶，内饰豪华到让路上别的轿跑都显得像临时凑合出来的。S560 轿跑用的是一台 4.0 升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，能爆发出463匹马力，开起来既顺滑不费劲，又让人越开越上头，这个平衡感拿捏的刚刚好。当年新车价格直接冲上13万美元，现在二手车已经跌到4万出头了。重点是这一代之后，奔驰就把 S 级轿跑给停产了，也就是说，这是最后一代有这种味道的 S 级轿跑。等越来越多人反应过来，这车二手价说不定就稳住了，甚至还会涨一波。第7名，2013到2018款的 W463G 级 G550， 说的就是那台老款造型的大 G 方后视镜，笔直的挡风玻璃，还带3把锁的那一代，就是这一款被各路明星大佬带的超火，哪怕是二手的，价格也一直坚挺，比同级别的车都贵出一截。但重点来了，一台2016年的 G550， 现在差不多6万到7万5美元就能入手，而全新的大 G 呢，起售价就要14万8千美元，这一下子能省下7万多美元。而且说真的，老款大 G 比新款更有范儿，更显个性。方方正正的中控台，关门时那种机械锁咔嗒一声的质感，开起来的感觉嘛，就像一台穿着西装的军用车。现在你在市面上再也找不到第2台驾驶感这么独特的车了。第6名，2003到2006年的 W211 俄5 AMG。这台车用的是一台 M11 3K 5.4 升机械增压 V8 发动机，原厂就能爆出469马力，扭矩更是高达516磅英尺。这款发动机出了名的耐造，而且稍微改一改，动力就能轻松往上窜。最绝的是 W211 这一代 E 级把这么猛的性能藏得特别深，外观看着就是一台普普通通的舒适轿车，停路边根本没人会注意它，谁知道它骨子里是个性能怪兽啊！现在二手市场上车况好的大概1万5到3万美元就能拿下。花不到一辆全新凯美瑞的钱，就能买到一台舒适又低调，还能秒杀超跑的座驾，这性价比没谁了。第5名，咱们聊聊2008到2014年款的 W204C 63 AMG， 这可是最后一款纯自然吸气的 AMG V8。那台 M1566.2 升发动机一踩油门，声浪直接飙到红线，那个动静现在的奔驰真的再也给不了了。451匹马力，后驱开它出门，哪怕只是去买个菜都跟去派对一样。嗨，车况不错的轿车版大概2万到3万5美元就能拿下，轿跑版会稍微贵点，但不管哪种车身，开起来那股肾上腺素狂飙的劲儿一模一样。记得重点找带性能包的版本，带限滑差速器，还多29匹马力，直接干到480匹。要是买里程数高的，预算里最好留一笔换缸盖螺栓的钱，这是 M156 发动机唯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。不过只要把这问题搞定，这车的传动系统耐造的很。新款的 C63 已经换成涡轮增压4缸混动了。如果你就想要一台 V8 的 AMG C 级，那 W204 现在就是唯一的选择。而且市场上已经慢慢反应过来了，你懂的，价格说不定要涨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大 G 就是 W463A 这代，2019年到2024款的，现在绝对是个好选择。你现在在路上看到的大 G 基本就是它了，它配了个叫 4MATIC 的4驱，心脏还是个双涡轮 V8 发动机，416马力，劲儿贼足。最关键的一点是，这代的内饰终于不像以前那么糙了，总算配得上那个价格了，豪华感上来了。而且你信吗？
这代大 G 开起来跟老款那完全是两个世界，在高速上开又顺又稳，过弯的时候底盘稳的一批，特别有底气。但别以为它只会城市里装，真本事一点没丢，撒叉速锁全给你安排上，越野能力一点不含糊，该野的时候它比谁都野。价格方面，新车起价14万8美金，顶配的 AMG G63 就更贵了20多万美金了，但是买二手就香多了，比如2021款的 G550， 现在差不多10万到11万美金就能拿下。这里有个瓜，听好了，2025款的 G550 发动机要换成6缸的了，也就是说，现在这几款可是最后一批 V8 的 G550 了。以后都是绝版货，你说稀缺不稀缺？这种车越往后越不降价，保准你买完不亏。所以啊，这会儿入手正合适，趁着刚落地贬值没那么狠，能帮你省下一大笔钱，赶紧冲晚了就没了。第3名，2014到2020款的 W22S63 AMG， 这车啊基本上就是把 S450 的豪华配置全拿来了，还额外塞进了一台手工打造的 4.0 升 V8 双涡轮发动机。马力直接拉到577匹，悬挂是 AMG 专门调校过的空气悬挂，舒服又不失稳，开起来那种高级感真的没话说。排气声更是没得挑，低沉有力，气场全开。现在那些4缸混动系统根本模仿不来这种质感。当年这车选配完，新车要16万多美元，但现在2018年的二手大概4万5到6万5就能搞到。花一辆全新 C 级的钱，直接拿下一台旗舰 AMG， 而且它的性能放到今天依然能碾压奔驰多数现款车型。第2名，2017到2022款的 W213E63S AMG， 这台 E63S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全能的性能轿车之一了。同样是手工打造的 4.0 升 V8 双涡轮，马力飙到603匹。配上 AMG 高性能4驱系统，100公里加速只要 3.3 秒，比保时捷911 Carrera 还快。关键它还是个4门轿车，带加热按摩座椅，后备箱大的能塞下一整套高尔夫球杆。要性能有性能，要实用有实用。当年新车卖11万5千美元左右，现在2019款的二手价格大概在6万到8万之间。现款俄3已经换成直6混动了。如果你还想体验 V8 的 E 级，这台 W213E63S 就是最后的机会了。第一条，2020到2023款的 X167 迈巴赫 GLS 600，咱今天这个榜单呢，它就是那天花板般的存在。你想啊，这车当年落地最少也得160万往上走，稍微选个配置，直接干到170多万，妥妥的100万级豪车。但这台车到底有多牛？说它是车，我真觉得委屈了。它分明就是带轮子的移动宫殿。你说后排，那基本就是个大沙发，能给你放平了躺着，想喝点香槟，中控台一翻，杯架直接给你安排上。柏林之声的音响一开，整个车厢就是你的私人音乐厅，那音质绝了。更牛的是它的悬挂像个老司机，你还没感觉到颠簸呢，它就已经给你摆平了，坐着稳如老狗，跟坐在家里沙发上似的。再瞅瞅这身行头，双色车漆，镀铬大格栅，往那一杵，气场直接拉满。谁都知道这跟街上那些普通 GLS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，这是奔驰史上最豪华的 SUV， 没毛病。重点来了啊！现在一台2021款的二手迈巴赫 GLS 600多少钱？9万到11万5千美金，跟新车比直接省个5万美元，都快一辆普通 BBA 的钱了。关键你买到的车跟展厅里的新货基本没啥差别。说白了，不管你现在买奔驰哪款新车，你再也找不到这么一个集豪华、面子、稀缺于一身还这么划算的选择了。所以说啊，二手奔驰这块绝对是车圈里被低估的宝藏。为啥？因为这车皮实，真皮该软还是软，发动机该有劲儿还是有劲儿，开起来的感觉跟新车没差，唯一变便宜了的就是车窗上那张价签。老司机都懂这个门道，新车的贬值让别人去扛，咱们呢就等它过了那个3-5年暴跌期，花上3折、4折甚至5折的钱，开走一台原封不动的好车。甭管你是花1.5万美元淘个老一级，还是今天这10万美元的迈巴赫，这笔账一算，永远都是二手更香。要是觉得今天这个点子不错，对你有启发，别忘了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接着聊。